最近乌克兰东部有一名无人机操作员发现了几辆坦克，于是立即向10几公里外的火炮阵地报告了无人机的坐标。很快，火炮就向该坐标射来一发炮弹。只见这枚炮弹头部火光一闪，变出了2个幺蛾子。还没等看清这2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，它俩又各自分裂出了一个旋转物体，最后旋转物体变成了垂直下落，在距离地面几十米高度突然爆炸，向地面射出了明亮的火焰。而2辆坦克的炮塔顶盖竟被火焰击穿了一个小洞。虽然坦克基本完好，但奇怪的是，不管怎么呼喊，里面的人就是不回话。这种智能炮弹是1992年由瑞典博福斯和法国耐克斯特2家公司联合研制的，叫做博福斯垂降穿甲弹药，取开头的字母就叫 Bonus 炮弹。该炮弹重量47公斤，外观和普通155炮弹并没有明显区别，但它的引信是个由定时器控制的分离火箭，发射前需要向引信装定炮弹到达目标上空的飞行时间。当炮弹出膛时，尾部枪室里的火药会同时点燃，从小孔向弹尾排气，使尾部凹坑的气压提高，以减小炮弹头尾的空气进压差。通过降低弹头的压差阻力来增加射程。当炮弹接近目标上空时，引信的定时器会启动分离火箭，瞬间增加的拉力让外壳脱离底座飞走，同时通过摩擦力让弹体里2个铁罐子获得了不同的加速时间。因此，这2个罐子被释放出来后，因速度差而逐渐远离，同时它们都展开稳定翼，保持向前的姿态。达到安全间隔距离后，铁罐子里一个连接组件上的爆炸螺栓被引爆，爆炸燃气把里面的小铁桶和连接件一起推了出来。这个分离出来的小铁桶就是 Bonus 的子弹药。迎面气流将小桶侧面2片小翼撑开，变成风车，但2片小翼因长短不一，只能推动小桶歪歪扭扭的旋转，又将小桶顶部一个可活动的甩块给甩了出来，这让小桶的摇摆更加剧烈。在叶片的减速下，小桶逐渐转为竖立姿态，并在约180米高度时进入垂直下落。此时，小桶的轴线和铅垂线夹角约30度，转速每分钟900转，下落速度约每秒25米。这时，甩块中间小孔里的红外线引导头开始生成地面目标的红外图像，旁边小孔的激光雷达发射器则开始发射近红外波段的激光束，同时另一侧小孔里的激光引导头开始接受目标反光。由于甩块上探测器的市场轴线与小桶的轴线平行，因此从180米高度下落时，探测器市场会沿着螺旋形路径，以大约每圈1米的间隔，扫描下方约100米半径的地面。如果扫描区域里正好有辆坦克，那么探测器市场里呈现的坦克完整影像首先会出现在边缘，然后每次出现都向市场中心移动1点距离。于是运算电路利用影像向市场中心移动的这段时间，不停地通过数据库来匹配图像，确定目标车辆的型号以及顶部装甲最薄弱的位置，最后等待目标影像的薄弱位置移动到市场中心，然后引爆小桶里2.8公斤炸药，瞬间引信发出了超过炸药声速若干倍的球面爆轰波，而波面极强的压缩性又将所扫过的 B 炸药依次引爆，从而获得持续前进的能量。最后爆轰波到达浅锥形的紫铜药形罩，由于紫铜硬度低、塑性好，会在爆轰波极强的剪力和超压下向中轴线压缩形变，被硬生生锻造成一个致密的双曲线形弹头，并以每秒2.5至3000米的速度沿小桶的中轴线飞出，正好击中市场中心的目标最薄弱处。这里一般是厚度约50毫米的坦克炮塔顶盖。对于这个穿深达到70毫米的爆炸成型弹丸来说，一旦命中就可导致全村吃席。可见该炮弹只需给引信定时就可发射后不管，而且工作时无需 GPS 或地面的激光指示器，因此可靠性更高。同时 Bonus 这个名字也说明它肚子里的2个子弹药能像中大奖一样，一发炮弹就捡漏击毁2辆坦克。